昨晚睡得怎么样？我下楼，沈建清刚做好早饭在吃，他捧着粗瓷碗，正小口小口地喝着稀薄的粥。见了我，他扬起友好的笑意，礼貌地打招呼。可他一提昨晚，我就难免想起那个恐怖诡异的梦境，不由得心有戚戚，勉强地笑道：“还行，就是蚊虫太多了。”沈建清勤快地为我舀了一碗粥，把小咸菜推到我面前。我充满谢意地接过粥碗，喝了一口，胃里顿时充斥着温暖。沈建清忽然坐近我，伸出手指，点了点我的脖颈。你这里怎么了？他的手指冰凉，可触摸之后，那个鼓包却莫名火烧火燎起来。我下意识侧着脖子躲开，应该是被蚊子给咬的，没什么大碍，过一会儿就消了。山里的蚊子很毒的。沈建清收回手，眼里却蕴着笑意。我房间里有药膏，你跟我来。我本来想就在客厅里等他，但沈建清立在门口，见我没有跟上，不由顿在门边，用眼神示意我。我只得跟上。这还是我第一次进沈建清的房间。他的房间采光很好，天光从窗户倾泻而来，把室内的角落都照得纤毫毕现。一张很精美的雕花床靠着墙放置着，床边是一扇木柜子。此刻，沈建清就掀开了木柜子的顶盖，轻身在里面翻找着。他的房间整洁干净，东西都井井有条地放置着，比之我在学校的宿舍，简直有如天堂。你等一下啊，沈建清说。我环视了一圈他的房间，目光最后落在了窗台上。那个奇怪的漆黑的钟默默立着，与房间里的一切格格不入。这个是什么啊？我说着，就想要拿起来看看。别碰！谁知我还没碰到，沈建清就截然道：“里面是脏东西，你别弄脏了手。”我打趣笑道：“我听说苗人会下蛊，这不会是你的蛊钟吧？里面是你的蛊吗？”这本是一句玩笑话，但沈建清却异常认真地回答我：“李玉泽，我不会下蛊。”他太过认真，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找到了。过了一会儿，沈建清拿着一个白色的小瓷瓶走过来：“你坐下，我给你涂上。”他的眼神坦荡自然，没有丝毫杂念。我如果扭扭捏捏，反倒不合时宜。我索性坐在临窗的小竹椅上，偏着脑袋，露出被咬了的脖颈。沈建清用右手手指勾了一点药膏，清爽药香扑鼻而来。他凑近我，左手扶着我的肩膀，右手点在了我的脖子上。药膏触感冰凉，里面应该加了薄荷，冷飕飕的。沈建清的手指温热，很细很均匀地把药缓缓涂抹开。可涂了1分钟，他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偏头看他，惊觉他看我的眼神非常诡异，里面沉淀着一些我看不懂也不想看懂的东西。黑色的瞳孔里藏着择人而视的兽和深不见底的欲。李玉泽，其实他扶着我肩膀的手没有放下去，身体反而更进一步，本就小的距离更加狭窄。我一把打断他，猛地站起身：“谢谢你，不用麻烦了。”说完，我后退2步，与他拉开距离。不知道说什么，我只能默默退到门边，又补了一句：“真的很感谢你。”沈建清没有说话，我回头看他，只见他低低地垂着头，脸藏在阴影里，只用头顶的2个弦对着我，缠绕在发间的银饰和链条耷拉着，与乌黑的发纠缠不休。我听说头顶2个弦的人常常固执而偏激，但沈建清却是这样温柔和善的人，可见传言也不尽可信。他那垂头丧气、湿落落的样子，像个被主人抛弃的小狗，
我看得实在不忍，但他的眼神太赤裸了，我就算想要装傻都不能继续。我决然离开。他喜欢我，这并非我太过自恋下的臆测。之前的种种言行，铁锁上善意的搀扶，反复索要的承诺，树林下的拥抱，我并不迟钝，也不傻，但这个喜欢是我不需要的。是的，我不需要。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要走怎么样的路。我不可能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搭在一个没有身份，甚至不能离开这里的人身上。即使他拥有少见的美貌，即使他心底柔软善良，在我对自己未来的规划里，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下沈剑清这样的变故。这样的话，我不能耽误他。或许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谈恋爱与相伴一生是两码事，但我不是这样的人，也不想陷入太多情感纠纷。或许沈剑清只是寂寞太久了，所以骤然遇到了同龄人，遇见了可以说话的人，就迫不及待地交付好感。这并不是真正的喜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可能我之前的某些言行让他产生了误会，但之后绝不会了。他应该遇到一个真正与他两情相悦的女孩，或者男孩，但总之不是我。我得和他保持距离，不能给他任何错误的信号，避免让他越错越深。等到今晚的砍火星仪式结束，我们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我在心里拿定了主意。之后一整个上午，我都缩在房间里没有出来。吃午饭时也只是草草剥了2口就结束了。秋露惊讶地看着我，说：“你就吃这么点儿？”我点点头，敷衍地说：“我吃饱了。”徐子荣忽然放下碗筷：“哎，阿泽，你脖子上。”他对着我挤眉弄眼，眼神里闪着猥琐的光。我下意识摸了摸脖子，余光瞥向沈剑清，他垂着头，把脸埋进了饭碗里，一言不发。蚊子咬的，一会儿就消了；蚊子咬的，一会儿就消了。徐子荣却撇撇嘴，阴阳怪气地学我说话：“难怪你茶饭不思，有艳遇吧？这艳遇从何而来？”我一脸疑问，温灵玉也向我投来疑惑的眼神。秋露举起筷子夹住了徐子荣的2片嘴唇，没好气地说：“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我拿针给你缝上行不行啊？你少暴露你那龌龊的思想。”徐子荣配合着秋露的动作，装出一副难以挣脱的样子，撅着嘴说：“露露，我错了，是蚊子咬的，还不行吗？”秋露哼笑一声，收回了自己的筷子。我向几人点点头，又回到了房间里。可我还没回屋待多久，门却突然被敲响了。我起身开门，沈剑清正站在门外。我们沉默了一瞬，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我打破了静默：“怎么了？”沈剑清少年气的脸上没有表情。“你是不是在躲我？”沈剑清直视我的双眼，语气宛如逼问：“你不是说过不会嫌弃我的吗？这么快，自己说过的话就不作数了？”“我没有嫌弃你。”他鲜少露出这样冷然的表情，我有些不习惯。沈剑清继续说：“还是你知道了我的心意，所以就不敢见我了。”没想到他这么大胆直白。也是，他之前明明已经试探过多次，是我一直不肯相信罢了。沈剑清，你还小，或许你这并不是喜欢，只是孤独太久，遇到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后产生的依赖。我努力摆出一副哥哥的样子，试图去说服他。沈剑清定定地看着我，我在他幽深的目光下渐渐说不出话来，但他最后却叹口气，变回了之前我熟悉的样子。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他说：“你中午没吃饱，我给你蒸了糯米粑粑，在厨房里啊。”
我猛然抬眼看他，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居然还想着我中午饭没吃饱。紧接着，他又从兜里摸出一个素白色的布包，鼓鼓囊囊的，周边一圈阵脚细密而崎岖，这里面是防蚊虫的草药，你带在身上就不会有蚊子来咬了。他递到我面前，看我迟迟不收，便塞进了我胸口的口袋里。淡淡的药草香萦绕了我。他放完，看了我最后一眼，不再多说，转身离去。我看着他高挑挺拔的藏青色背影，看着他纤薄的背和细瘦的腰身，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心里酸涩发苦，连带着喉咙里也紧紧的，眼睛发胀，有东西已经破土而出。沈剑清太好了，即使知道我在回避他，还是这样像个一往无前的傻子一样对我好。就算是目识人心，也难免心惊摇曳，更何况我不是木头人。直面内心地说，任谁对着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都很难完全招架。我承认自己的理性和循规蹈矩，但我也承认，我或许对他是有一点好感的，对他年幼失户、受族人欺负的怜悯同情，对他半路伸出援手、仗义相助的感激，对他顽强独立、生长的心善澄澈的欣赏，对他抱着我倾诉时那一个瞬间的心荡神摇。但只是好感，也仅此而已。如果她是个女孩，我说不定，说不定，说不定。我猛地止住了自己的思绪。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所有以如果为前提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摸出了衣兜里的那个药草香囊，伸出手指捏了捏，鼓胀如我此刻的心，默默叹了口气。沈剑清很好，但他终究是个男孩子。天色快黑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他们所说的砍火星仪式。我们刚刚上拱桥，就远远地看到宣场的堤坝上燃着熊熊篝火，火星迸射到空中，画出点点荧光。靠近堤坝，热意滚滚而来，干燥的气息烘干了所有的潮气。天上星子点点，地上火星迸溅。有了对比才知道，洞江苗寨的篝火只是做做样子的小儿科，这里的篝火几乎有2人高，火焰冲天而起，照得四周亮如白日。有几个男子在吹芦笙，很投入的模样，曲调时而悲哀，时而激昂。几个穿着深黑色苗服的女子手挽手，围绕着篝火在一边吟唱一边舞蹈，那舞姿并不曼妙，反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更有一圈苗民环绕着篝火席地而坐，静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堤坝上用竹子搭建了一个高台，那个老人龙着手端坐其上，而美貌的婉莹照旧俏立在他身旁，一双眼睛紧紧地凝视在到了沈剑清身上。看，他并不缺女孩的喜欢，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想到这里，我心里竟生出些酸涩。我低下眼，强自忽略掉心里的感受。见我们几个到了，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过来，他们脸上没有表情，肃穆沉静，甚至有些悲伤，视线在火光下闪烁跳跃，宛如藏着悠悠鬼火。我心里咯噔一声，心头慢慢浮现3个字：鸿门宴。但愿是我想多了吧。我们一来，几个苗民便起身，引了我们入座，实际上是席地坐下。徐子荣，我坐你旁边。我说着，拍了拍徐子荣的肩。温玲玉则自然地坐到了我的另一边。已经坐下的沈剑清连头都没有抬，只脊梁挺得笔直。徐子荣欣然同意，好啊，好兄弟，离不开我啊。我笑了笑，没说话。看了看周边的人，我发现灵玉另一边的男人竟是前天在人群中用异样眼神盯着他的那个。他看到温灵玉，
很欢喜的样子，憨厚的脸都微微涨红。温玲玉显然也发现了他，脸色僵硬。现在我们都坐下来了，再忽然提出交换位置，好像有几分刻意和无理。温玲玉只尽可能地与他拉开距离，而与我之间的距离就不可避免地缩小了。不一会儿，围绕着篝火的舞蹈就跳得更加激烈起来，芦笙曲调越来越激越。在场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都庄重虔诚地凝视着篝火。这是在做什么啊？我听到秋露小声地凑到徐子荣耳边，看起来好怪。徐子荣挠挠脑袋，我也没见过这样的仪式，感觉不像是什么节日庆祝啊。他们的脸都垮着。秋露说，你问问李玉泽，他看的文献多。我只得摇摇头，我也没有在文献上看到过砍火星仪式，或许是生苗独有的节日。我身边的温玲玉也点头，我看的书里也没有提及的。徐子荣说，露露，你坐的离小沈近，你问问。徐子荣话说一半，对上秋露挤眉弄眼的表情，就再也说不出来了。秋露侧背着沈剑清，右手不着痕迹地搭在徐子荣胳膊上，眼神不断后瞟，示意是沈剑清，同时用夸张的唇语无声说，他今天心情不好。今晚这一路走来，沈剑清都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只埋头走路。好几次徐子荣和秋露要去与他说话，他要么回避，要么只是寥寥几句应付。怎么了？徐子荣回过头对我说，我看你和他最聊得来，他怎么了？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也不可能要把我和沈剑清的事情告诉他们。我只得说，我肚子有点不舒服，去解决一下。徐子荣冲我招招手，这里没有厕所。我忍不住轻声笑了下，独自往堤坝后的竹林里去了。堤坝上的篝火烧得旺，竹林里虽说不上亮如白昼，但事物也是无碍。我本来没有生理问题要解决，但为了装得像一些，便翻过一座小丘，躲到后面去了。等我站了一会儿，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他们话题肯定也扯开了，便打算往回走。我刚翻上小丘，却看到前面不远处站着两个人影，其中一个手里端着小坛子，另一个则正揭开坛子的封口，凑近了酒坛，不知道是放东西、闻酒味还是抢先品尝。我心头一紧，直觉告诉我不要发出任何声音。那两个人没一会儿便走出了竹林，向着堤坝走去。我翻出小丘，心里升起一股隐秘的不安感。他们两个人在做什么？我惴惴不安，又神思不属地回到堤坝。徐子荣拉着我坐下，说，阿泽，你闹肚子啊？去了这么久，脸色却这么难看。我不知道该不该把看到的东西说出来。如果那两个人是正常行为，那我忽然站出来说这些，不就显得不信别人，小人之心？不是，但也来不及我说什么。忽然场上的芦笙曲调陡然升高，声音激越，震动的耳膜生痛，心神也随之震荡，仿佛天地之间就只剩下这一段芦笙调似的。就在曲调达到顶峰的时候，出乎我们几个的预料的，所有吹笙的男人动作一顿，声音猛地消失，天地肃静。在这样极度的喧闹的时候，声音戛然而止，只觉四周的静更加枯寂，而篝火燃烧的声音低沉，前所未有的清晰起来。这时，端坐在高台上的老人动了，他在婉莹的搀扶下站起，缓缓来到台前，声音因为年迈而沙哑，但是他仪态庄重，眉眼威严，没有人敢因为他的年纪而欺侮他。首领张口说着苗语，我们几个听不懂，
但看还是会的。首领老人话音落下的时候，两个光着膀子的男人走了过来，他们一个端酒坛子，一个分发粗瓷酒杯，为苗民们倒酒。两人配合相当默契，是竹林里的那两个人。他们很快就轮到了我们几个身前，一个掏出酒杯递来，而另一个则倾着坛子，准备把酒水倒出来。我迟疑着接过酒杯，在场所有人都会喝同一坛酒，如果有什么，那岂不是所有人都遭殃？他们刚才在竹林里的动作是我想多了吧？想到这里，我稍微安心，把酒杯迎上前。等到所有人都拿到了美酒，族长高高立在台上，举起酒杯，朗声道：“夫开！”围着篝火的苗民也高高举着酒杯，夫开。这个应该是干杯的意思。我们几个混在人群中，局促地左右看看，学着他们的样子高喊：“夫开！”族长的视线在人群中逡巡，最后落在了我们这边，落在了沈剑清身上。他的眼神锐利，如一只老而不弱的苍鹰，让人感觉在他的视线下，一切小心思都会无所遁形。沈剑清一脸淡漠地回视着他，这是一场年轻与年老的对决。狼群里逐渐年迈但威严犹存的狼王，在对已经长成的年轻公狼给予无声警告。最后是族长先错开视线，仰头，杯中酒水一饮而尽，苗民们也紧随其后。秋露清浅地抿了一口，眼前一亮，好甘甜，一点都不辣。说着便不再客气，喝完了杯中酒。这酒确实甘甜顺滑，一入口便觉清冽醇厚，顺着嗓子滑过喉咙，如薄雾般柔和，还带着微微的青果香气。只有一向不善酒力的温灵玉手足无措，我记得他酒精过敏，是一滴酒也碰不得的。我坐他旁边，刚想说让他把酒给我，却看他身旁那个男人微微一动，左手不经意地抬起，却触碰到了温灵玉端酒的右手。温灵玉猝不及防，右手一歪，酒液全部倾洒在了他的衣服上。幸好酒液不多，他又穿一件黑色的厚外套，看不出痕迹。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温灵玉连惊叫都来不及。那个男人甚至都没有感觉到自己打翻了温灵玉的酒杯，还兀自与身旁的人聊着什么，周遭就更没有人发现这个小插曲了。我与温灵玉对视一眼，他无奈与欣喜交杂，最后只耸耸肩，表示用不上我来帮助了。喝完酒，芦笙又起，歌舞又回。可这场仪式总让人感觉怪怪的。节日的庆祝不应该是欢快喜庆的吗？不应该是男女老幼载歌载舞吗？可在场的多是青壮年，一个小孩都没有。歌舞也并不欢快，动作僵硬，歌声低沉，让人观而生畏。参与的每个人脸上都是沉肃凝重的表情，随时都能哭出声来。忽然，族长从高台上走了下来，手里还拿着数十根红色的绢带。红绢带是以是苗人的象征与代表，每一根都绣着自己的名字。族长手持绢带，神情严肃虔诚，一步步接近篝火，然后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将所有的绢带扔进了火里。下一刻，芦声更高，歌声更扬，但所有的舞者却纷纷伏跪，以额头点地。我幡然醒悟，这不是节日庆祝的仪式，反而像是一场祭祀。不安的感觉来到顶点，我后背发凉，从脊椎起密密麻麻地生出鸡皮疙瘩。这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厄运早已开始。李玉泽，
真的很好。连哭都不敢放开声音，真可怜。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离开这里？我不能离开这里。石笛山是我一辈子不能离开的地方。也是，他这样一个大活人到了外面，没有身份证，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根本就活不下去了。我可以帮助他一时，但不可能承担他一辈子。啊，是刚才那只红色的虫子又爬到我身边这棵树上了。这虫浑身鲜红，背部的纹理妖艳美丽，看着就非常危险，不知道有没有毒。沈剑清，这里有个虫子，我们去那边吧。这虫子居然看见你就跑了。虫子在我们这里很常见的。我们要不要下山去了？秋露、小温他们找不到我们，肯定挺着急的。让你看笑话了。你不会嫌我啰嗦不耐烦吧？怎么会？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你？谢谢。虽然你帮不了我什么，但还是很谢谢你。你说的也没错，确实，我既不能带他离开，也不能阻止这里的人继续压迫他。不过，你有什么需要的？如果我可以做到，我一定帮你。我现在不知道，但是等我想到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忘了今天说过的话。当然，你帮了我们那么多，我回报你也是应该的。那我们现在下山吧。好。下山的路比上山还要难走啊。小心。谢谢。你看这些石板，只是松松的嵌进泥土里，一脚踩上去还在摇晃呢。是不太好走，我扶着你。不用。我自己可以。这里的山路都是这样，习惯了就好。也对，你连那么危险的悬崖铁索都能爬得气定神闲的，这种山路对你来说更不在话下了。对了，那条铁索是你们现在唯一一条能够离开苗寨的路吗？之前我们在洞郊苗寨第一次见，你也是从那条铁索出到外面的吧？可你们不是不会离开这里吗？那怎么会在悬崖上修那条铁索？那不是寨子里的人修的，那是我阿爸修的。你阿爸？难道你阿爸不是苗寨里的人？我阿爸是外面的人，只是机缘巧合来了苗寨，就像你们一样。他在寨子里爱上了我阿妈，
所以长久地留了下来。只是他后来生了病，一种很严重的病，卧床几年之后就死了。我对外面很好奇，所以有时候会偷偷攀着铁索出去，趁着被发现之前再赶回来。村里人都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那个桥头上的红绢带，应该就是沈剑清的父亲。所以你的汉语是你阿爸教的？嗯，他教过我一点，只是后来他生了病，我就不常见他了。更多的是我听外面的人讲的时候学会的。这样啊，那你很聪明，汉语很难学的。我其实心里很感激我阿爸，他生你养你，你当然应该感激他。啊，不，我只是感激他留下了那条铁索。让你能探索外面的世界，让我能遇见你。这样的话不能随便说，放在外面，女孩子会以为你这是在表白呢。我们还是快点下山吧。我们两个都是男的，这样的对话也太奇怪了。还在前面吗？啊，姑娘跟还要走多远啊？哇塞，姑娘，阿豆呗，跟我摸一把。阿梅，维古达默默。啊，你好，又是你啊？阿梅，我就大小打扰你。你说什么呀？露露，那个穿深灰色苗服的年轻男人，怎么一直盯着小文看？小文、秋露、徐子柔，我在这里。李玉泽，去哪儿了？李玉泽，你可在来了？哦，我想去山上拍照，刚好遇到沈剑清，就一起下来了。你们和这些苗人女孩怎么走在一起啊？哎呀，这里的人可热情了，知道我们不是坏人以后，就带着我们四处逛逛。你们不是语言不通吗？我们都是靠眼神交流的。李杰清 ，OK。狗来好发咱们不抗修一揪。是刚才那个一直跟着小伦的男人。蹦哦，阿用顾你好呢，一切尽纳达。哟，喂，叶杰清该不点？他刚才跟你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这就走了？族长邀请你们参加明天晚上的砍火星仪式。啊？什么是砍火星啊？熟苗的砍火星仪式我倒是知道一点，好像是1年1度讨论族内大事的。不太一样，这是我们族人的特有仪式，会呼唤已逝的族内英雄重归故地，保佑什么？保佑这一年诸事顺利，无灾无难。哦，原来砍火星节在生苗这里是保佑风调雨顺的祭祀仪式啊！果然跟我在资料上查到的不一样。哎，我们运气还真不错，一来就遇到了这么大型的节日活动。但天好像快暗了。今天差不多了，我们早点回去吧。好。今天拍的照片还挺多的，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爬到山顶，俯拍一张村寨的全景。
以后总有机会的吧。先把今天的照片整理一下。这张照片是……哦，拍的是我的房间，真神奇。沈剑清房间的窗户上放着一个灰黑色的罐子，侧面有浅金色的纹路，上面画的是只蝴蝶，蝴蝶旁边好像还画了半只虫子。饭碗大小的罐子，但看着比碗要深得多。这造型怎么有点像我在书上看到过的蛊盅？我们是不会下蛊，但噬敌山里面的人未必不会。噬敌山里的苗族会下蛊？世人对于苗族下蛊的了解，只存在于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如果我能证明苗蛊是真的，如果我能向世人展示什么是真正的蛊，那我们这次调研的意义将是里程碑式的。我现在就去找沈剑清问个清楚。不行，不能去。他今天……李玉泽，你不会不管我？从来都没有人说过帮我，会一直帮我。李玉泽，你是第一个。我只是感激他留下的那条铁锁，真的很好，让我能遇见你。算了，天都已经黑了，还是别跟他单独见面了。早点睡吧，省得胡思乱想。这山里没电没网的，天一黑，除了睡觉也没别的事可做。偏偏我还睡不着了。今晚的月色不错呀，天上连片云彩都没有。明天应该又是个好天气。哎，今天几号了？日子都给我忘了。窗台的横木上怎么有那么多划痕？之前都没注意，这应该不是刀子留下的，刀痕没有那么浅显杂乱，倒像是人的指甲剐蹭出来的。这得失眠成什么样才能留下这么多痕迹啊！睡了睡了。有人吗？哎，这里不就是我们取水的那条小溪？徐子荣、秋露、小温，你们在吗？
难道他们先回去了？蛇，怎么办？他怎么还不走？上次明明……这感觉怎么了？3层消失。他在咬我。走开！不行！走开！又是这么诡异的吗？脖子这里怎么有点疼？这是蚊子咬的吗？说起来，上次在冻江苗寨的客栈里，也是半夜梦见了蛇，脖子上红了一块。这次又来，也太巧合了吧？昨晚睡得怎么样？还行，就是蚊虫太多了。啊，这样啊。你的粥？谢谢。徐子荣他们怎么又来闯了？你怎么突然坐过来了？你脖子这里怎么了？哦，应该是被蚊子给咬的，没什么要紧的，过一会儿就消了。山里的蚊子很毒的，我房间里有药膏，你跟我来。啊，跟上啊。哦，来了。他的手指明明很凉，但他刚才碰过的地方，怎么好像烧起来了一样？你等一下啊。嗯。这还是我第一次进沈剑清的房间，采光很好，收拾的也很干净。就是这个黑漆漆的钟，这个是什么呀？别碰！里面是脏东西，你别弄脏了手。我听说苗人会下蛊，这不会是你的蛊钟吧？难道说里面有你炼成的蛊？我开玩笑的。
李玉泽，我不会下蛊。我随口一说，你怎么倒还认真起来了？沈剑清，你真的不会下蛊？真的，玉泽阿哥，我不会下蛊。哦，我就是好奇问问。找到了，你坐下，我给你涂药膏。哦，好。这里。别动。药膏凉飕飕的，应该是加了薄荷吧。其实药在脖子这里，我完全可以自己涂药的，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情形了？怎么涂了那么久？他好像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好了吗？沈剑清看我的眼神，他在咬我，怎么那么诡异？简直就像要吃了我一样。李玉泽，其实我……谢谢你，不用麻烦了，真的很开心。这垂头丧气的样子，怎么像只被主人抛弃的小狗似的？不行，我不能再继续装傻下去了。他对我，我见过你，别怕，有我，当心。我要什么你都能给。你们那里的人都像你这样好看吗？那让你选，你会留在这里吗？李玉泽，你真的很好。他喜欢我，玉泽阿哥，但这个喜欢是我不需要的。李玉泽，我先回去了。是的，我不需要。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要走什么样的路。我的未来规划里，没有任何空间能够容纳沈剑清这样的变故。哪怕他再美貌，李玉泽，善良，你心思柔软，真的很好。我也不可能把后半辈子搭在一个没有身份，甚至不能离开这里的人的身上。他那么好，我不能耽误他。他可能只是寂寞太久了，所以遇见了可以说话的人，就迫不及待的交付好感。这并不是真正的喜欢。一定是我之前的某些言行让他误会了。
他应该遇到一个真正和他两情相悦的女孩，或者男孩。总之不应该是我。不行，我必须和他保持距离，不能再给他任何错误的信号了，避免他越陷越深。今晚的看火星仪式一结束，我们就离开。你别说，我在盐城还从来没有睡这么香过，一觉睡到吃午饭，直接省出一顿来了。要不是我喊你起床，我看你能把2天睡连起来。那不行，今晚还有看火星仪式呢，不能错过。哎，驴子，你脖子上啊？哦，蚊子咬的，一会儿就消了。蚊子咬，一会儿就消了。才不是！哎呀，难怪你茶饭不思，你有艳遇吧你？艳遇？哪儿来的艳遇啊？别瞎说。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我先回房了。是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在躲我？你不是说过不会嫌弃我的吗？这么快，说过的话就不作数了？我不是，我没有嫌弃你。还是你知道了我的心意，所以就不敢见我了？不是。沈剑清，你还小，对我的感情也并不是喜欢，只是难得遇到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产生了依赖罢了。是依赖吗？我知道了。你中午没吃饱，我给你蒸了糯米粑粑，在厨房里。啊！特意为我做的。哦，还有，这香包里面是防蚊虫的草药，你带在身上就不会有蚊子来咬了。啊！这个香包是你自己缝的？缝的不好，但是很有用，拿着吧。谢谢。这个香包一定要随身带，记住了。晚上就是砍火星仪式，我晚点再来找你。有淡淡的药草香。沈剑清明知道我在回避他，还这么义无反顾的对我好，真的太傻了。如果她是个女孩的话，我说不定。哎呀，我在想什么呀？沈剑清很好，但他终究是个男孩子，他不该出现在我的未来里。